一周过去，快和我一起来看看本周有哪些有趣的科技新闻和各种软件项目吧。2. Input Tip， 这是一个实时显示输入法状态的开源软件。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在打字的时候，在光标后面显示一个小方块，而这个方块显示的是当前输入法的状态。比如在输入中文的时候它是红色，输入英文的时候变成了蓝色，在使用大写的时候显示绿色。虽然功能很小，但是我感觉还是非常实用的，因为我经常在打字的时候按下去才发现输入法的状态不对，只能删了重打，而现在有了这么显眼的指示器之后就要方便很多。3. 窗口置顶，这是一个来自无爱的小工具，它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可以让你把电脑上的任意一个窗口置顶，打开你想要置顶的软件，按下快捷键，或者用鼠标把这个十字拖过去，然后这个软件就会始终出现在电脑屏幕的最上面了。不需要置顶的时候再按一次快捷键即可。1. Vela， 在官宣1年之后，小米的 IoT 操作系统 Vela 终于开源了。Vela 系统专为手表、手环、耳机、音响、家电等各种物联网设备打造，支持丰富的组件和框架，同时拥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兼容性以及生态等多种优势。目前系统代码已经在 GitHub 和 Git 开源。2. Luchess， 这是一个 Linux 系统上的开源游戏平台。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在 Linux 上玩所有游戏，所以除了 Linux 原生游戏，它还提供了模拟器和兼容层，可以让你在 Linux 系统上玩 Windows 等系统的游戏，甚至能直接支持 Steam、Epic 等各大游戏平台。3. Docker Minecraft Server， 看名字就知道这个项目的功能就使用 Docker 一键搭建我的世界游戏服务器。你只需要在自己的电脑或者服务器上安装 Docker， 然后执行官方给出的命令，你的专属游戏服务器就开服了。1. 英伟达2024年12月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因英伟达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英伟达公司收购麦洛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市场监督总局依法对英伟达公司展开立案调查。而在收购麦洛斯科技的公告中有明文要求，不允许在中国市场销售 GPU 等产品时进行强制大售等不合理条件，不得阻碍客户单独购买产品，依据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向中国市场供应 GPU 等产品。而在此之前，美国和欧盟也对英伟达开启了反垄断调查。2. OpenAI 的12场发布会本周还在继续，第3场发布会发布了预告已久的 Sora 视频生成 AI，目前只有 ChatGPT Plus 和 Pro 用户可以使用。Plus 会员每月最多可以生成50条视频，720p 分辨率能生成5秒，480p 分辨率能生成10秒。Pro 会员每个月可以生成500条视频，支持 1080p 20秒视频。根据目前大家实测的结果来看， Sora 生成的视频质量确实不错，但对比可伶、海螺等此前发布的 AI， 并没有很明显的领先。第4场发布会宣布把内测已久的 Canvas 功能全面开放，且支持在 Canvas 上运行 Python 代码。第5场发布会宣布 ChatGPT 正式和苹果的手机、电脑、平板进行了集成。第6场发布会上线了高级语言视觉功能，可以在语音对话的时候打开摄像头， AI 会识别摄像头中的内容，和用户实时交互。第7场发布会发布了一个名为 Projects 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让你像管理文件夹一样管理你和 GPT 的聊天。3. 谷歌在 OpenAI 开发布会的时候，谷歌也大动作不断。12月10日，谷歌发布了一款名为 Willow 的新型量子计算芯片，该芯片拥有105个量子比特，错误率指数级减少，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一次标准计算。而同样的测试放在目前领先的超级计算机上，也需要10到25次放年才能完成，换算过来大概是10亿亿年。谷歌发布了新一代 AI 模型 Gemini 2.0，新模型拥有更强的能力，且速度对比此前版本最高提升到2倍，在多模态、复杂指令、使用工具等方面均有提升，能支持输入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甚至可以通过对话和电脑上的网页进行交互，控制 AI 玩游戏。4. AI 视频，中国广电局发布关于 AI 魔改短视频的管理提示，提示指出，近期 AI 魔改视频以假乱真，魔改经典现象频发，《甄嬛传》变身枪战片，《红楼梦》变身武打戏，孙悟空骑摩托车，这些视频微博流量毫无边界，亵渎经典 IP， 冲击传统文化认知，与原著精神内核相悖，且涉嫌构成侵权行为，
要求各大视频平台清理排查 AI 魔改视频，严格落实 AI 内容审核要求。5. 其他新闻，腾讯视频再次削减了会员权益。2024年12月16日后购买的会员，累计登录设备从5台降低为了3台，可同时观看设备从2台降为1台。真我发布了 Neo 7系列手机，采用天玑93 Plus 芯片，零售价2199起，首售价2099起。豆包电脑版开始内测 AI 视频功能，内测用户每天可以免费生成10条视频。纪念碑谷3发售，由 Netflix 独占， Netflix 会员可以免费游玩。黑神话悟空发布更新，新增了地图、副战、连战等多项功能。黑神话悟空获得 TGA 最佳动作游戏和 TGA 玩家之声2个奖项，最终获得最佳年度游戏的是来自索尼的宇宙机器人。CSDN 西安信威胁情报中心发文称，他们在9月份观测到某恶意域名的访问量激增，从10月底开始爆发，并观测到恶意的 payload 程序。经过日志排查，发现国内最大的 IT 社区 CSDN 被人偷偷挂载了木马，在打开的时候会加载额外的 JS 进行恶意攻击。基于奇安信全球英测会数据发现，国内大量网站正文页面中都包含该恶意域名，疑似是 CDN 厂商被污染。2. GitLab 的国内版极狐 GitLab 近期被离职员工爆出多种负面消息，其中包括把几十名技术人员裁员的只剩3人。作为一家多年来始终远程工作的公司，新 CEO 要求所有员工必须回办公室工作，给使用开源、免费、采用 MIT 协议的 CE 版本用户发律师函，要求购买授权，疑似存在窃取数据的行为。目前最后一条已经被辟谣。3. 媒体机特调，近期有多名酷安网友和边亮爆料，多个品牌的安卓手机有针对测评媒体特调的现象，会针对跑分软件和测评媒体设置专门的策略，以在测评中取得更好的成绩。4. 智能电视监控用户，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智能电视会通过自动内容识别技术获得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内容，并上传到服务器进行分析，从而获得用户的喜好，针对性推送广告。即使使用笔记本外接电视也同样不能避免，其中三星的电视每分钟会发送1次， LG 的电视每15秒会发送1次。5. 崩了，本周又是各家大厂降本增效的一周，其中包括12月10日 Microsoft 365网页版访问出现问题，多款应用网页版无法访问。12月12日 Meta 大量业务出现故障， Facebook、Instagram 等产品的一些重要功能无法使用。12月12日 OpenAI 服务崩溃， ChatGPT、Sora、API 调用等多种服务无法使用。本周 Epic 平台有1款游戏可以限时免费领取，指环王重返摩瑞亚，这是一款基于中土世界背景的生存游戏， Steam 4200人好评率 84%， Epic 评分 4.4。 此外 GOG 游戏平台也有一款名为风雨世界特别版的游戏可以限时免费领取。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玄力99，我们下期再见吧。